Hello， 大家！前不久亚洲 Top 50酒吧 Sober Company 重开了，正好我在上海，就顺便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一楼分2个区域，分别是 Kisa 和伊扎卡亚。我们预约的是伊扎卡亚的板前，就是能看到日本主厨给你亲自做手卷的全过程。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日式手卷，而是融合了各国料理风味的一个大概是环游世界的开放式手卷的概念。但我看下来就没啥特别想喝的，都是甜口为主，就创意也比较一般。然后我就点了一杯 Cold Brew Martini， 味道嘛我就喝了2口，你们可以意会一下。不过咖啡品质用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回味的那个咖啡香气很足，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喜欢喝小甜酒且度数不高的鸡尾酒的人。另外3个人点的4杯我也都浅尝了一下，就是印象平平，觉得真的做的非常的不用心，甚至我觉得它应该是预调鸡尾酒，而且是属于做的不太好的预调鸡尾酒。说实话，我倒是觉得手卷很不错，就是每一卷的食材搭配到口感都是有设计和巧思的。我吃了4款手卷，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越南手卷，利马和斯德哥尔摩的也还不错。不过他们家寿司饭的调味对有些人来说可能酸度会稍许有一些高，其他小食类我觉得就调味普普吧，就没有特别值得吃。那我那刚刚也要1楼是6点开门，2楼是7点才开放，所以建议最好在1楼刚坐下来的时候就和服务员说要排2楼的位置。2楼的酒单是以日本的城市名字命名的，一共是10款，也是为了展现日本不同地区的风味。我们一开始以为在3楼 Tipsy 每人只能喝1杯酒，所以这一层我们就喝了7杯。而且3楼是不提供餐食的，所以这一楼我们也稍微多吃了一点。2楼喝下来感觉会比1楼好一些些，但是并没有好太多。就即使不考虑到它前身是亚洲 Top 50，我都会觉得有些踩雷的程度。融合度和风味表达全都不知所云，就小甜酒还能勉强当饮料喝，但是所谓的高度数酒一下就把缺点暴露无遗。我平时绝对算是烈酒爱好者，就是去酒吧都是喝 Martini 或者 Manhattan 的，所以绝对不是欣赏不了烈酒。但 Soba 的这杯神户真的是难喝到让我觉得印象深刻。不是很明显，就一点点加了一点点，但主要是肉桂的味道和苹果的味道。没有觉得很大。2楼的餐食据说是延续了 Sober 前身的风格，还是和1楼差不多感想，就是比酒好吃好喝。定价稍微比较辣手一点，和牛塔塔还可以，中等偏上一点的小酒馆出品吧。上面那个蔬菜蛮提味的，你刚刚里面也有气质，还蛮清淡。但是这个鹅肝奥利奥就真的没有必要了。鹅肝要香不香，外面撒了树莓粉，被2块奥利奥夹在中间，真的只是起到了充当口感的作用。就它本身没什么调味，但是入口以后会有类似生巧克力的那种绵密细腻感，整体吃起来其实更像是个甜品，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他们家的招牌鹅肝麻婆豆腐也不能说不好吃吧，但就是可能成都人吃到会生气的那种。它表面虽然撒了很多花椒粉，但吃起来像是迎合外国人的那种甜辣口。比较重，它那个味型不是麻婆豆腐的味型，它是那个另外一个那种甜。相比之下，南蛮炸鸡倒是还不错，毕竟本身这道菜也是酸甜口调味的。他们家的鸡肉给的非常大块，而且炸的外脆里嫩，就是腌制时候的料酒味稍微有点太重了。麻婆豆腐本身有点不热嘛，可没有脆了，炸鸡。它外面炸的还可以。后面追加的3杯也是一言难尽的程度。它这不就是西瓜汁的加了一点点酒的感觉吗？我点的京都其实是金汤力概念的，但是同样都是倒汤力水。2楼的这杯调酒师明显是心不在焉或者水平不够，就他喝到嘴里的气泡感全无。然后小小一盆炸薯条是我65块，出品我觉得还是麦当劳更香一些。
炸蒜和炸的迷迭香，旁边那个番茄酱是那种Worcestershire sauce特别重的那一种。那集齐小徽章就可以出发了。说是3楼，其实是2楼的另外半边隐藏空间。刚开业的时候说是里面不允许拍照的，但是这次服务员和我们说可以拍酒，不能拍环境。吧台是由小新狗一个人负责的，包括点酒和调酒，然后他态度非常好。酒单一共是11杯，然后抱着来都来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来的心态，我们就全部都点了一遍。我还单独点了一杯 dry martini， 里面有那个芝麻菜，然后有薄荷，有巧克力，然后还有点香草冰淇淋。就不难观察到 Sober Company 现在采用的确实是大多数美国知名酒吧的预调鸡尾酒的做法。然后我之前的洛杉矶酒吧探店也说了嘛，就为了品控，这个做法不是不能理解，但是执行的好坏与否就另当别论了。它是用 Pinot B 做的 Martini， 然后里面加了点紫苏的 flavor， 然后还有点 Hinoki， 当然啦，还是有几杯我觉得略显有趣，比如有个加了牛蒡的，但是融合度和稳定度真的差强人意，非常的不细腻。这个也很易入口，就是没什么酒精味。海洋可惜啊。这个更水，超级水，有点像在喝果丹皮。苹果果丹皮那种感觉，是不是像希乐顿的味道？这个怎么像大大泡泡糖的味道？这个更水，反正就真的是败兴而归。除了我自己点的杯马提尼，没有哪一杯我能喝2口以上的。而且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明白为什么从1楼到3楼酒单全部都是纯英文的。不知道是为了装逼还是懒得赚看不懂英文的人的钱，就是我觉得设计这个的人真的是可笑又怪可怜的。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